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瑞。今天的话是我们上食谱的第二天，之后的话，我们的环中国之旅呢，可能会向内陆稍微拐一拐了，可能不再会去海边啊。所以在临走之前呢，我们想去食谱的菜场看一下象山的海鲜和舟山的海鲜相比，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出发。呀，西吧，出发了。到了啊，食谱菜场，当当当当 ，Come on。哇，这个菜场比那个舟山那个菜场要大呢啊！大太多了。哇，这什么鱼啊？这个什么鱼啊？问他一下。好大呀，这个。这个什么鱼啊？娃娃鱼啊？哎，这多少钱一斤呢？5块钱一斤啊？这个是算什么？这么大的豆腐鱼啊？这么大才5块钱。我们去看一下别的。人家有点忙了。啊。不像舟山那边，其实人不多。哇，这个大黄鱼。不知道这么大的鲳鱼看到没有？这鲳鱼怎么卖啊？多少钱一斤啊？这60、55嘞。55一斤啊？这个15了吗？这个大一点，这个小一点是吧？这个大，这个有鳞，这个没鳞。有鳞要贵一点，没鳞的便宜一点。哦，品种还不一样的。一样的，这个鳞多一点，一个鳞小一点。哦，鳞少一点的便宜一点是吧？哎，便宜点。你要不要？你要吃这个吗？我不暂时不要。不吃啊？你要吃啊？这个很好吃啊，鲳鱼。去看一看好了。这带鱼呢？这个35，带鱼嘛14了5块半。35一斤。鲳鱼。先看，我们看一下多少个？它这个小一点了，35块了。昨天门口好像还有一点啊，是吧？买鱼嘛，西子嘛，这路都里面放好。这个豆腐鱼比昨天那个，这是豆腐鱼吗？豆腐鱼啊。这个这么大的豆腐鱼啊？小的多少钱呢？这一样的7块钱。7块钱一斤啊？我那边还有没有小？都是小的大的都7块钱是吧？这个这么小的吗？这个挺好的。这也是7块钱一斤啊？挺好的。没有舟山那边那个2块钱。2块钱。啊，但舟山那个比较小一点的。梭子蟹呢？梭子蟹要不要搞一个？啊？小个鲜那个小黑皮的，便宜一点的是哪个？70，这个最便宜，这个50块，给你45。这最便宜50块钱啊？这小呀。小，这个大。这个70。咱先买70一斤。6元买。有没有那个？红膏。不是，花斑石蟹有没有啊？没有这个花斑石蟹啊。这个最好吃。这个最好吃。这是什么虾？啊？皮皮虾。不是皮皮虾。你要问老板这什么虾？老板，这什么虾？这个怎么吃的？叫它葱油白煮是吧？这个是叫什么的？琵琶虾。琵琶虾不是那种小小的皮皮虾吗？这叫皮皮虾，这叫琵琶虾。哦，这个叫琵琶虾。啊，这个叫皮皮虾。这个捞上来就是死掉了的是吧？啊，一般都是。对呀，没有氧气的就是。没有氧气就是啊。这多少钱一斤呢？40啊。应该舟山买一点。没吃过啊。没有吃过买几个吃吃看嘛。价格。不知道怎么做啊。一只一只卖的。蒸一下，蒸好了以后，完了的葱撒一点，油往上熟油，油烧热，往上一浇就好了。先蒸，先搁做。那剥的话就跟那个皮皮虾一样剥吗？不要剥开来。
它自己会爆。蒸的时候具体怎么蒸？具体怎么蒸？柚子它要豁开了，要豁开的啊。中间和一道啊，搁锅里去蒸啊。和一道完了搁锅里蒸，放上老酒、姜片也是这些是吧？哦。45一斤。40。没吃过，你买2条尝尝。等会儿看一下再过来吧。这个鳗鱼这么大的，这个海鳗嘛？小的有的。小的是多少钱一斤啊？小的16块。16块一斤啊？大的18。这一条应该有1斤多吧1斤多有呢，那个最小的12块。12块。这个跟我们那个差不多吗？12块。价格可能也差不多，稍微会贵一点。1.5倍。没有吧？8块那边。4块钱哦，8块钱一斤是吧？4块钱一斤，1.5倍。先看一下，阿姨。啊。但这边我感觉它的鱼都品种多一点，好像就是更大一点啊，品相更好一点，我感觉。那就是我们那个小不是小版本的嘛，大版本。这黄鱼啊。野生小黄鱼。也是小黄鱼。我们那天吃的是梅鱼。梅鱼没有啊？梅鱼早就过来我有啊，早就卖光了。啊，梅鱼这边要卖多少钱呢？梅鱼大有小小的那种呢？小的30块也卖货，大的卖140也卖货。哦，大的100多，小的30是吧？这个红色的鱼哈。红色的鱼不会煮啊？认识吗？这个？我不知道啊。这叫什么鱼？东星斑。哦，东星斑。一条得多少钱？100多一条100多。哎，我记得东星斑有时候不是活的吗？活的也有的，活的是养殖的，这个野生的。是野生的。野生没有活的。野生没有活的是吧？野生离开海水都养不来。哎呦，望而却步哈。这个比目鱼吗？这个。错过了渠山，再也没有这种价格了。这个鱼好丑啊，我感觉。有没有发现？娃娃鱼啊。好丑。那要不去买点肉吧？啊。海鲜你还要吃吗？我顶不住了，这个价格有点。价格也还好吧。哇塞，这个鱼。哎呀妈！这个鱼要打马赛克吗？呀！这个鱼怎么那么胖啊？哇塞！这个很。这个生蚝是他们家的是吧？这是生蚝吧？这个怎么卖的？这个大的10块。10块一个啊？1斤啊？1斤有几个？1斤我感觉就一个。这么大的？这小的便宜一点。小的7块，它的这个12块。这个12块。这么大的，这个就是我们海边的是吧？养生的。这有的养生的。野生的。气门那个。不是。养的气门养的，大的气门养的。自己养的吧？不是养的，人家很多养螃蟹，这个大的气门，大的气门。哦。你要不要整个这个？整一个，整2个吧。我不吃。我觉得养生。对你搞个这个吧，等会帮你蒸一下。是蒸一下就可以了啊。你蒸它就可以下去了，蒸一下就开出来了。这个好一点是吧？这个太大了是吧？太大了味道不一定好是吧？你这一点鸡根本是做个4、5个吃。这个划算一点啊。这个你要不这个整个2个。
这两天这个挺新鲜。嗯，怎么看肉多不多啊？多的。这哪里能看得出来肉多不多啊？你这个，这大的。这个小的吧？这个，还有一个大的啊。那我洗完了以后怎么把它开呢？拿水一煮它就可以了，它就架水就可以了。那煮开的，煮开完了以后我再去蒸吗？不煮啊，它就而且这样炸怎么多好吃的？哦，直接水煮把它煮熟就好了是吧？不是高压锅压一下不更好吃一点吗？好的，水煮两个。正好1斤多。这个是多少钱呢？一斤呢？刚才忘记，12一斤。这个小一点的嘛，7块钱一斤啊。多少钱？14块啊。好嘞。就不还价了哈。阿姨也不辛苦，阿姨也辛苦啊，年纪那么大了。到哪里？帮儿子。帮儿子是吧？阿姨你多大了呀？70多了，那该享福了。哎。没这么好啊，帮儿子。好嘞。先购入2个。给阿姨看一下。看过了。听见了。听见了。那好了，阿姨，我们走啊。大家好，老马又来了啊。然后海边城市我们来了舟山，然后来了象山。可能象山以后的话，我们会往内陆城市去拐一下，然后再回到福建。所以说短期之内的话，可能我们就也不一定能吃得到海鲜了嘛。然后今天的话去做了一个舟山跟象山的海鲜对比。今天去的是我们的一个食谱菜场，然后这视频里大家也看到了啊，整体的菜场的规模的话，那比我们岛上的那个菜场的话要来的大，而且大不少。因为那边的菜场的话，2楼还有，你知道吧？第二的话，海鲜的对比度的话，我是觉得啊，首先价格来说的话，我是觉得岛上的价格要比我们食谱的价格要来的更便宜一点。新鲜度的话，我觉得都差不多，因为都是靠海的城市，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，都是还比较新鲜的。但是我们食谱菜场，它有它的优势。第一是规模大，第二的话它的品种多，可选择性会比较大一点。第三的话，我总感觉它的品相可能会比我们岛上的那个菜场要来的好一点。所以说你说要有个对比度的话，从性价比角度来说的话，我觉得舟山那边的话性价比会高一点。但是你说丰富度，我觉得还是食谱这边好一点。当然，而且我们从个人在海南或者其他地方吃海鲜的这种经历来说的话，其实食谱这边的价格也不算贵，所以说相对来说都还是属于平民化的，就是说大家都能买得起的。这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。如果是你们的话，你们会选择哪个菜场去购买呢？欢迎各位老铁在我们评论区评论留言，